随着中俄两国实力的迅速强大，美国就开始感到了惶恐不安，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最大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害怕中俄两国的发展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影响。然而在这样的趋势下，中俄两国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了。近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就拿出了自己的终极杀手锏，而这对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虽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但是面对俄罗斯的导弹还是心存畏惧的。而现在俄罗斯即将为核潜艇配备的这款导弹，更是成为了美国的心病。据相关消息报道称，近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阿尔卡季·纳瓦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接收2艘能搭载230布拉瓦洲际等的战略核潜艇。纳瓦尔斯基表示，如果北风之神战略级核潜艇搭载布拉瓦导弹的话，威慑力是相当高的，因为布拉瓦导弹最大优势就是有足够的加速机动能力，这一优势促使目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抵挡它所带来的巨大威力。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从北极冰下发射，而不像其他导弹要破冰发射。对此，有相关分析人认为，这样的消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美国本就对俄罗斯导弹有一些胆怯。之前美国高官以及美国高级将领马克·米利、约翰·海腾等人就已经承认，面对俄罗斯的导弹，美国军队压力很大，因为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防御俄罗斯导弹带来的威胁。而现在俄罗斯又放出了这样的消息，这或许是让时刻将俄罗斯视为死对头的美国瞬间束手无策了。而且美国靠着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对俄罗斯的干扰也是不少。拜登政府对美国的军事实力盲目的自信，而现在俄罗斯拿出了终极杀手锏，这对美国的威胁是很大的。而这样的举动肯定是给美国看的，因为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来接连和俄罗斯发生了不少矛盾，但如今俄罗斯的导弹能够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或许拜登也不敢和俄罗斯硬刚了吧。总之，我们还是要奉劝美国要安分守己，不要再试图对中俄进行打压和针对，因为如今中俄两国的军事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如果非要跟我们硬碰硬，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当前绝大多数新闻热点集中在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频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国内的严重问题。估计是以前做的坏事太多了，美国现在正经历着内忧外患的多重挑战。在外交方面，由于阿富汗问题，他们遇到了来自盟友们的信任危机，同盟国之间存在分歧。此外，还有核潜艇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对内部来说，新冠疫情反弹，总统拜登不得人心，各种活动组织的抗议和暴力袭击接踵而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国会中两党之间的分歧加剧，使得美国政治开始动荡。这也让一些不甘寂寞的政治家们看到了机会。美媒《国会山报》在本月8号报道称，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公开表态，称他支持德州分裂。在媒体的追寻下，他甚至还表示：“再见，美国，德州要独立了。”他与他的伙伴们连新总统都选好了。从克鲁兹的这番发言来看，美国最大的州似乎是要独立了。不过，在用以上这些令人惊异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克鲁兹又虚伪地为自己辩解，表示目前的德州和美国还没有走到割袍断义这一步。但很明显，在他说出连新总统都选出来后，就没有人再会认真地听他辩解，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若德州公开打响独立第一枪后，美国官方的表态。毕竟这是继公投法案后，德州再次寻求脱美独立。然而这件事儿对于美国官方来说就是狼来了。长期以来，德州就是美国最喜欢闹独立的州，动不动就有言论挑起德州独立这一话题，这也部分反映了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程度。其实当初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加州也同样闹过独立。简而言之，就是这边的党派胜利了，那边党派的掌控州就闹独立。虽然说尽管这些州想脱离联邦并不容易，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信号：联邦政府不能平衡利益，而且两党之间存在高度对立。相信大家最为好奇的是，这次德州闹独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毕竟这回可是连新总统都选好了。关于这一点相信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美国当前的50个州里，唯独只有德州是最具独立性的，因为德州拥有自己的电网、银行金库和各种资源，加之德州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人们的立场相对保守，在情感上相较于拜登而言更同情和支持特朗普，所以很难保证克鲁兹口中的新总统不是特朗普。
前些日子，美国就上个月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出现事故发表了声明，遮遮掩掩地说是因为撞上了未知的海底山脉，既不敢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和具体地点，也不敢公布核潜艇的受损情况。有分析人士就表示，美军是在全世界的要求下，时隔1个月之久的时间才公布这么一份言之不详的声明，明显就带着搪塞的意味。美军这样的做法毫无诚意可言，公布的内容反而更令人怀疑其真实性。甚至有人认为这艘核潜艇已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有提前报废的可能性。就在美军还在为这些猜测努力解释的时候，美军内部又爆发了重大的丑闻，再一次把美军核潜艇的问题抬上了桌面。据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华盛顿州，一名从事军工行业的人士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一直在美国海军潜艇所用的钢材强度测试中造假，而且美国这只是给了这名军工行业人士一些惩罚，根本不敢去追究背后军火商的责任。要知道，这是长达几十年的造假行为，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名军工人士背后的军火商们，难道没有参与其中吗？这真要直呼好家伙，这些唯利是图的美国军火商，为了利益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看来美国为了利益可以出卖一切的原则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们也希望多出几家这么有原则的军火商，或许将来毁灭强大美军的就正是这些军火商们。回想之前，美国还表示，在国防、教育等领域，美国绝对是不会偷工减料的。这打脸来的是又快又狠，也不知道美国政府的脸疼不疼。时间如此的巧合，很难不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此前外界还在猜测，按理来说，在南海出事的康涅狄格号是美国最为先进的核潜艇，外壳覆盖着几厘米厚的钢板，怎么可能就这么不精壮？现在似乎找到了答案。而且现在令美军更为头痛的是，还有多少数量的核潜艇的钢材是不符合标准的？如果哪天又发生了意外，美军又该如何向民众解释？要知道，核潜艇一般都是在几百米的海底潜航执行任务，一旦出现意外，基本上是要全军覆没的。到时候美军损失的可不单单只是一艘核潜艇，还有许多丰富经验的海军船员。对美军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随后，我国人对此事也发表了看法，他们表示，这样的丑闻只会在极其混乱的国家发生，很难想象出这是发生在号称全球霸主的美利坚合众国。或许其应该改名叫美利不坚合众国会比较合适。难怪美国的核潜艇会这么不精壮，想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了。据中国青年网报道，台湾空军台北北部空域罕见地驱离了一架无人机。驱离无人机很正常，为什么要说罕见呢？据报道，这架被驱离的无人机疑似是来自美国横田基地的无人机。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罕见了？敢对美军指手画脚，甚至驱离他们的无人机，这让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对岸究竟想要做什么？为此，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解放军空军频繁地对台湾省进行巡视，已经让对岸神经错乱了。这次驱离美国军机，很可能是将美军的无人机当成了解放军的无人机了。毕竟以他们的实力，分不清到底谁是谁也很正常。除此之外，台军最近的另一个举动，目的也不单纯。据《环球时报》报道，对岸在9号公布了一份所谓的国防报告书，其中有一个细节被媒体重点注意到了，那就是他们首次提出了要派遣潜艇定期在南海执行演习任务，主张对南海的主权，并且对岸还公开表示，南沙、西沙以及东沙等群岛为我县民所发现、命名以及使用。主权问题不容置疑。注意，为我县民所发现、命名以及使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不用多说了吧。还要动用潜艇定期巡航演习来宣示主权，在目前的局势下，他们这么做到底在图谋些什么？环球时报给出了答案。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美军和解放军的军机经常出现在台湾省的西南空域，导致了该地区成为了海空兵力进入南海以及巴士海峡的交汇热点。因此，台军在这里部署潜艇进行演习和巡航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潜艇进入台湾省东部海域。不知道的真以为台当局会为了民族大义去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主权，听他们那话说的是多么的冠冕堂皇。现在看来，确实是太不要脸了。距离美国军机南海定期巡航，一般人还以为是解放军做的呢。这也充分的说明了一点，台军对解放军太忌惮了，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受到了影响。何必呢？还是那句老话，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无论是台湾省还是南海诸岛，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份子。任何威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敌人，都会受到解放军坚决的打击。顺便说一句，维护南海主权的重任还是交给解放军吧。就台军那些个破铜烂铁，就不要拿出去献丑了。
毕竟那样最终丢的还都是咱们中国人的脸面，不是吗？